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好久没回家了。这段时间啊，挺多事情的。国庆节有很多朋友想来我们这边小住一段时间，但是啊，房子还没弄好，所以呢，现在还不能入住。拍个视频给大家说一下。那这栋房子啊，我们上好油漆之后啊，就去江边改造了另外一栋房子。所以呢，这栋房子估计要等着我们把江边的房子改造完成，然后呢，再过来进行一些收尾的工作，然后把家具搬进来，就可以入住了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里是我们搭建的一个户外凉亭。这个凉亭啊，吃过几次饭，还挺不错的。对面的车辆非常多，因为是国庆节，估计啊，旅游的车辆是特别多的。我们这边呢，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小县城，靠近张家界、芙蓉古镇，还有凤凰古城、18洞景区、矮寨景区、边城古镇，所以啊，这是一个基本上自驾游必经的一处地方。小院子基本上没什么变化，我们只是把整栋房子的油漆全部做好了，光泽度还是挺不错的。买的是清漆，保留了木房子原有的颜色。当然，两边厢房我们采用的是旧木板，还没有上油漆。等把江边的房子改造完成之后啊，这两边厢房也要喷一遍油漆的，还是有一点点变色了。大门是没有上锁的，走进去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顺便呢我自己也看一下。好多人问我，到底这栋房子什么时候能够入住？还有，我建了这么多房子，改造了这么多房子，究竟怎么去利用的？那我想告诉大家，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，是我们家的自建房，把以前的老房子推倒了，重新建了这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呢，在1楼有5个房间，有一个大客厅，有个厨房。2楼呢有4个房间，整栋房子有4个卫生间，有一个茶室，所以可利用的还是挺宽的。现在我大概走进每个房间，给大家初步的看一下。这边就是一个房间，将近有20个平方左右。这个房间呢是没有卫生间的，卫生间呢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。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个储物柜，装修的风格完全是按照我们农村自建房的风格来做的。基本上啊，保留了实木建造房子的特色。这些格子呢，全部都是2个木匠师傅手工自己来做的。这边呢还有一层玻璃，当然现在这层玻璃是拆下来了，因为上油漆的时候不能有玻璃，所以呢我们是把玻璃拆下来，上好油漆之后，后期啊我们要给它重新把这个玻璃给装上去。这边过来呢也是我们一个客厅，整个客厅是连在一起的，非常宽，所以这栋房子啊，它的整个活动空间是很宽的。很多人就问我，建这么多房子，那怎么经营？能不能来到这边入住？在这里呢，明确告诉大家，肯定是可以的。如果你们想来住在这套房子的话，
那就再等一段时间吧。等我把家具全部摆放好，然后呢，把床全部弄好了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过来。这边呢，我可能没有长时间在家去打理，你们自己过来，有地给你们种菜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有厨房，你们自己来做饭菜就可以了。房间呢也有挺多，有水有电有网络，是不是啊？直接过来，基本上入住拎包入住生活就可以了。这些卫生呢，到时候我会专门抽时间啊，全部给它打扫干净。这边厨房呢还没有完全做完，因为还有一些瓷砖呢没有贴完。我们专门贴瓷砖的泥工师傅呢是外出了。这外面呢也是有个房间的，这个房间啊是非常宽，而且是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对面的笔架山。这边都是我买过来的床，放在这边啊，还没来得及组装。看这些玻璃呢，也是挺脏的，还没有来得及啊把卫生搞干净。我拍快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得比较完整一些。在这边呢有一个小房间，这个房间是没有多大的，但是留有单独的一个窗户，将近有15个平方左右。当然这边也是没有卫生间的。木房子最难做的就是卫生间，确实不好做啊，想了很多办法。这栋房子啊只留下了4个卫生间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。在1楼，在2楼的位置啊，也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。这边呢，现在是把电全部关了，因为没人在这边住，所以呢不通电。这个房间呢是有独立的卫生间，但是这个房间呢光线也是比较暗，在它的背后呢是无法打开一个窗户的，只能用卫生间里面这个窗户来透点光。这边呢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我做了是干湿分离，装的是马桶，还有一个洗脸盆。这个房间呢，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房间。整栋房子里面啊都是木质结构，地板呢全部都是实木地板，住在里面是非常干燥舒适的，住起来呢也是特别舒服。在堂屋的位置啊，就有木楼梯可以走到2楼。好久没来，感觉得出啊，这些楼梯之上啊都很多飞尘了。其实建这栋房子呢，主要就是以后自己养老吧。然后毕竟是老家，还是要有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根呢不能掉，对不对啊？而且，其实我的视频发布了之后啊，来我们湘西找房子的人是非常多的，大家呢都住在城里面，很多人给我的建议啊，在农村里面弄一套房子。大家来看房，基本上都会住那么1个星期啊，3、5天啊，住在城里面确实没什么感觉。如果农村里面有房子，想到我农村里面去住一住，那也是应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要求吧。我就在农村里面建了一套房子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有人来看房，也可以住在我这套房子里面。吃住呢，我们可以自己来安排。这是2楼的一个房间，将近有15、16个平方左右。这边呢是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还没有做好，也要等到我们把江边的房子改造完成，再来做这个卫生间。这背后呢也是一个小房间，这个房间呢没有多宽，将近也就10多个平方左右吧。是一个斜面的屋顶，其实整个楼层高度呢还是够的。
2楼的客厅呢，我留的也是比较宽，放好家具之后，我相信应该还是比较好用的。在这背后呢，是做了一个隔断墙，做了一些简单的装饰，装了一些储物柜。再过来呢，也是2个房间，这中间呢是一个过道，在里面是打了一些柜子，可以放棉絮的。这个房间呢也没有多宽，也就将近10多个平方左右吧。这个房间就更宽一些，而且它的高度呢更高一些，透着光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其实啊，这样子也可以看到对面的笔架山。大概2楼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那我们再去1楼的厢房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村这边啊是没有河流的，开门就见山。其实每处地方的环境不一样吧，我觉得这边也挺好的。最喜欢的还是我们这个院子，将近有400平左右，非常的宽。这里过来呢是我们的厢房，也是茶室。这里面啊现在堆放了很多杂物。之前做油漆一些包装袋全部丢在这边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一栋房子啊要用到的油漆是非常多的，整整是1万多块钱呢。这个茶室呢是挺宽的，整个外面这边呢是可以看到凉亭还有笔架山。在这边啊有朋友过来小聚喝喝茶聊聊天都可以在这边。背后呢是一个房间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办公的区域。然后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卫生间的，这个卫生间啊还比较大，有洗脸盆，这边呢是准备放洗衣机的，这里是马桶，这里面呢也是干湿分离的，上面呢是热水器，都已经全部装了浴霸。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啊还是有挺多工作要去做的，包括这些墙还没有挂栗子，还只是粉刷好。这上面的空隙呢，之前大家还记得吧，留的挺大，现在都已经全部处理好了。我们这栋房子的旁边呢是留了一大块地，将近有差不多6、7分左右吧，都可以给它开出来，然后呢在这边种菜的。旁边的这栋房子呢现在也是空着的，是我舅舅家的房子。如果有朋友啊喜欢的话，也可以住在这边，自己一个私人的空间是非常好的。看，种了好多冬瓜，每个冬瓜都将近1、20斤左右。我妈妈呢还种了很多红薯，过一段时间我们都可以挖红薯了。地里面有些南瓜。从这里下去就是大门口，然后整个底下呢就是地下室，我就不给大家拍了。朋友们啊，如果视频前的你只是想来到农村住那么10天半个月或者1、2个月的话，你不想租房子，那石头家的这栋房子呢，你是可以考虑的。我们可以做到是包吃包住，拎包入住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你都不用去担心，不用去自己操心了。如果你想种菜、想养鸡鸭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场地。
那具体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是我们家的一栋房子，等到我们把江边的房子改造好了之后，也可以这样子去做。当然，每一栋房子的可能它的地理位置、环境都不一样。好了，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大家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